爷，你在干嘛？哎，叫我来洗。来洗。嘿，可是你胡子都白了。白了他也不能叫，您管大小姐叫奶奶，怎么能管我叫爷爷呢？那不是没大没小了吗？来洗。哎，嘿嘿嘿，瞧这多喜庆！你还没告诉我你在干嘛呢？给花剪枝儿啊。为啥要剪枝儿？好让它能忍冬。忍冬什么意思？这忍冬啊，就是不招摇，不显摆，不在这个时候出头露脸，不给自个儿找不痛快。这样啊，雪冻不着，霜打不着，冰碴子它也伤不着，攒足了力气，挨到开春。等春暖花开了，太阳也热乎了，鸟都开叫了，再开花，开它个满枝满叶的。嘿嘿嘿嘿。哟，那不是铁良铁大人吗？铁良是谁？那是领兵100万的大将军。那你也是将军吗？我，军营待了一辈子，讨碗饭吃。我还大将军，我就是个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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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个屁。你们一老一小在笑什么呢？笑屁呀！别胡说，你怎么能这么不雅呢？一个屁放得高，放到南京领州；一个屁放到低，放到大姐牙缝里。你还人来疯了是不是？让你别说你还说，信不信我揍你？这孩子跟您小时候可像了，不让干嘛偏干嘛。是吗？我也这么可恶啊？可不，那年，哎，天儿也这么嘎嘎冷，您跑到屋里拉了泡屎，拿我那帽子就给盖上了。打一进屋，我就觉得这味儿不对。正好您外祖爷让我出去送信儿去，我这一着急，拿起这帽子，噗，嘿，我就给戴上了。小家伙，有什么这么好笑的？好笑吗？小爷，刚才我没看错的话，您送走的是铁良铁大人吧？你怎么什么都打听啊？这多少年没见了，我怕我看走眼了不是？是的，不过你可不要在外面乱说。我倒没什么，铁良忌讳，他不想让外人知道，他正在与我组织宗社党。我懂，我能乱说吗？他不能够啊。什么是宗社党？你，很危险，怎么像只鹦鹉一样？你再这样，我让你大妈把你接回去了啊！这话可不能乱说，傻话。这是什么？报馆印的号外，满街上分发，不要钱，白送。怎么印了？不得了了！这天生2日了。爷爷，叫我来洗。来洗什么是天生2日？那是什么呀？太阳。几个呀？1个。不对，打今儿起啊，2个喽。
梁大人，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来了？袁世凯今晨在东华门被刺，他威胁朝廷不再上朝。皇太后明儿紧急召开御前会议，商量对策，点名要让你去。谁让你通知我的？隆裕太后领班太监。是吗？皇太后此刻想起了我，所以我说机会来了。他老袁该不要撂挑子了？如果这样，那岂不是天大的机会？梁大人可借此大展宏图。禁卫军训练大臣整白旗副都统梁襄觐见皇太后。怎么都不说话？既然来的都是宗室王公，一家人就不要见外，有什么说什么。看看这当前目下该怎么个应对。大叔，你领的头可好？臣叩谢皇太后厚爱。只是老臣常年赋闲在家，不闻窗外之事，说不来。要不，咱先听听总理大臣代表的意思。也好。要不您说说？既然皇太后指明了，那臣就转达一下总理大臣的意思。总理大臣认为，南北分裂形成对峙，一国内两个政府，形势相当严峻。总理大臣认为，要解决目前的僵局，只有一个办法。那就是南北政府同时取消，另组临时政府。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不是变相承认乱党的吗？是，那当然是不可能的。请问赵代表，如果重组政府，皇室将如何摆？优待，保持尊号。仅仅优待，这不等于退位了吗？那是您的看法。当然，您可以保留您的看法。这就是共和政体。您这不明摆着逼宫，要皇上逊位吗？我说过，那是您的看法。那什么是他袁公宝的看法？我刚刚不是表达了吗？南北政府同时取消，另组临时政府，以及优待亲皇室。你这不是讹诈吗？这还是您的看法。总理大臣嘱咐臣，如果御前会议不能做出决定，内阁也只好辞职了。
太后，臣已完全表达总理大臣的态度，臣请告退。袁世凯这一手，分明是放出威胁誓词了。哦，威胁？您觉得是威胁？怎么个威胁？说出口的和没有说出口的。哪些说出口？哪些还没说出来？说出口的是皇位，让你让出来；没说出口的是性命。性命？是性命。此话怎讲？他老袁分明是说，你们是要皇位呢，还是要性命？前日的厮杀，实在是帮了他老袁的大忙。他老袁早就警告，说是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师，我等都不信，说老袁卖主求荣，私通革命，说他挟革命党以威胁。不，前日的事我已给他以安抚。革命党对他动手，不正是说明他袁公宝对朝廷还是一片忠诚吗？既然太后这样认为，他老袁就更加放赖了，摆开撒手不管的架势，好比说，瞧，我的命都差点丢了，你们的命你们自己珍惜吧，我不管了。死了张屠夫，就得吃带毛猪，这太荒谬了。太后，臣主张立刻批准袁世凯内阁辞职。既然其主动请辞，那不如索性批准。国家怎么能受这么一个无耻之徒要挟？他们不想干的正好。臣恳请太后重组内阁，另点将领南下，不受其原的北洋系牵制。总之，新的内阁以立宪弥革命，图救大局，绝不轻言议和。是啊，我们大清楚，绝对不能让袁世凯一个人说了算。我们坚定不认可，永远不是。如果能够这样，我何尝不满心欢喜呢？只是战斗那刻，南下统帅清军，说容易。这宗室之内，还能找得出这样的将兵之帅吗？载涛。臣在。如果派你现在去武昌前线，统帅北洋陆军与革命党作战，你行吗？回太后，臣不行。你是前任军资大臣，现任禁卫军统治，怎么能不行呢？臣只练过兵，没打过仗，望太后恕罪。恕罪。
哪里来的电报啊？北洋前线将领段祺瑞致朝廷内阁急电，马上译出来。此报以明码电传。明码。这么多将领都署名了，太反常了。快抄送，马上！臣有10万火急之要务面呈太后。进来。什么事？回太后，北洋前线段祺瑞和46名陆军将领连衔电奏。电奏？电奏什么？电奏所说，玉清皇帝即日退位，立定共和政体。不是造反了？这是气死了！这个体验是今儿就议到这儿吧，明日上午再议。皇帝啊，咱娘俩回去吧。陈大人，要往承天河集，先走吧，啊！东方，有体会了吧？袁公保出拳向来如此，前有先锋，后有援兵，中间还有内应，都提防吧。对不住了，没帮上你。梁大人，梁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咱大清的江山是祖宗留下的，不是他太后的嫁妆，太后无权将它送给别人。皇上不能退，绝不能退！我宗社党成员誓死捍卫皇上。是。我不同意纹身，任何图具形式的做法都不会有结果的。梁大人，那你说那些北洋前线将士们连衔电奏逼宫，我等就坐以待毙吗？不，我们不是草芥，任人宰割。是的，梁大人，我宗社党已经准备行动了，以手枪对手枪，以炸弹对炸弹，以威胁还以威胁。是的，梁大人，你下令吧，只让皇上退位，跟他拼命，一块完蛋。是。
作为宗社党成员，但你们同时是禁卫军的军官，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，做出的所有极端行动都是不理智的，甚至是愚蠢的，会给人以口实。你们的所有行动必须得到我的批准。解散。是。什么事儿？带给袁世凯的口信已经生效了，袁世凯已经开始逼宫了。此话怎讲？这革命党发难，立宪派相赞，北洋派逼宫，这就是天作之合啊！正清王朝马上就完蛋了，历史的棋局就要收官了。还有你那个同学，就是搞宗社党那个，他要做历史的扳道夫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两相就是他，此人不除，危害巨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彼此亲密，他对你毫无防备，你成功的几率极大。你想让我杀了他？在东京军校，如果没有他，我是肯定不会坐在今天这个地方。是他救了我的命。这么说，你们之间人，但凡一个能被称之为人的人，不能以德报德也就算了，如果以怨报德，以杀害报德，我顾买臣无论如何也做不出。真的，你选错对象了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哎，爷，给您举点水。所有将军政要的署名必须亲自签署，不得代签。放心吧，梁将军，明日午后拿到200人签名，应不是问题。那就这样。来喜，来喜，哎，来了，来了来了！大小姐，你什么吩咐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使过的锹、锄、剪的，别满地乱扔。那伴着孩子怎么办呢？得嘞，我
现在就收拾。这院的腊梅开了是吗？开了，这4株都开了。这味儿真能闻，窗户都挡不住，魂儿似的，一阵阵。可不，上点鸡粪，这花能开到正月。听着点门啊，仙儿回来别又敲得梆梆的。哎，得了，我盯着呢，我一直盯着呢。屁股还没洗呢，跑啥呀跑？不过，回来洗屁股呢。来洗，来洗。别走了，你个小子。小爷，您回来了。土方，我来了。你是？我是。小娘。
土方，任俊来看你了。在哪儿呢？千里兄，千里兄，千里兄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土方。太好了，你能来，真的太好了。我一直在做梦，做各式各样的梦，各式各样。梦里有我没有啊？真不好意思，没我啊？还真没有。那凯志呢？有他吗？也没有。我想蒙着来着，可是你这梦啊，还真叫做梦，自家兄弟一个也没有。都是些虚无缥缈的，醒了就忘了。这像你，我李仁俊活得简单，想的也简单，所以不做梦，躺床上就睡，闭眼就着。我看你呀，就是梦太多，晚上做，白天也做。还真是这样。梦这玩意儿有用吗？啊，梦里行他千万里，醒来还不是照样在床上。土方，听兄弟一句劝，别做梦了，没用的。我听出来了，你觉得我这样完全是自找的。千里兄，自我者英雄也，我死大秦王。怎么都不来了？知道今儿继续朝议吗？回太后都通知到了。
就是说，梁香的事太悲惨了。是的，太悲惨了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是的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？如此一来，真亲王，这眼下该怎么个主张？太后圣明，太后觉得应该怎样主张，就怎样主张。我们孤儿寡母的，哪还有什么主张啊？你们赶快去告诉袁世凯，一切事都好商量。保全我们母子的性命，到尽。是的，保全皇太后和皇帝的性命最为紧要。且把我的梦葬在黎明，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，千年的迷雾深锁长路，生死前途慷慨奔赴，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，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，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，
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。任片片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